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星夜。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推背图第44项惊人的真实巧合。东方圣人已经现身，有没有想过1000年前的人是如何看见1000年以后的世界？在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预言书之一，推背图自唐朝流传至今，曾经预言朝代盛衰、战乱更替、科技突破。而当中最受关注的第44项，有人说它指向东方圣人，也有人说它预示人类文明的转折。但今天我们不用神秘学，不用迷信，我们从地理、历史考古与科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个预言所指向的可能性。推背图描述岛外城门，圣人居中，而岛是一种地理意象，通常指海洋包覆的孤立土地。1000年前唐代人的世界地理认知有限，他们对东亚海岛的理解只有3个：日本、琉球以及台湾。台湾在文献中称为夷州，琉球别岛。如果将预言中的岛外视为政治中心之外、地理边陲之地，那台湾的确符合古人想象中远、孤、外的条件。另一句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，描述的是日落月升，时间交替，象征文明循环的转折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一种观察规律、历史的高低摆荡、科技的突变点、文明的临界。有些人说这是末日预言，但从科学角度，它更像是人类文明迈入新阶段前的混乱。请务必看到最后，那第44项中的东方圣人是否真的出现在台湾？它会影响世界吗？今天我们站在理性角度重新审视这1000年预言与现代世界的交汇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你可能听过推背图，但它的起源比传说更生动。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预测国家的国运，召见了2位顶尖人物，擅长占卜的太史令李淳风以及精通相术的袁天罡。传说他们受命共同推算大唐的未来，而李淳风一路推算，竟然推到了1000年之后。随着预言越来越惊人，袁天罡心里担忧天机不可泄露，于是他从背后轻轻一推，让李淳风停止继续推算，也因此得名推背图。他们把这次推算整理成图文，记录了大唐乃至未来国家的兴衰更替。推背图最迷人的地方不在画像，而在它的规律性。唐代正是天文与地理观测的黄金时期，星象被用来象征历史的变化。李淳风与袁天罡的合作，将天文观测、地理格局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，形成一套预测文明脉动的系统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中许多预言从历史到现代都逐一应验，让人感受到这套古老智慧的准确与深远。当我们看到岛外城门这句话，不必只把它当作神秘符号。唐代人认为中原是中心，而外岛可能是新文明诞生地。换句话说，文明的转折往往出现在边缘远离权力核心的岛屿上，也可能诞生新的智慧与力量。后世推背图流传广泛，版本众多，其中金圣叹批注的版本最接近原版。它不仅是神秘预言书，更是古代观察世界、理解文明变迁的智慧结晶，也为后人解读东方圣人与岛屿文明提供了线索。第44项所言，而今中国有圣人，虽非豪杰，也周成的关键在于中国一词。在唐代语境中，它指称文明的核心，而非今日的国家疆界，因此语义更接近文化中心的移动，而非政治指向。当文明重心因技术、制度或知识能量的累积而更迭时，不同地区皆可能成为新的文化焦点。以台湾为例，岛屿在近数百年间累积了多重文化层次，而南岛语族的深层传统、海洋贸易形成的跨域气质、工业与科技带来的制度革新，以及社会形态的开放性，这些元素交织，使台湾呈现高度复合的文明动能。这正契合第44项中虽非豪杰也周成之意，即文明的形成并非依靠武力，而是透过制度的完整、技术创新与文化吸引力自然展现。再看四夷重义称天子，若以现代方式理解，可视为外部世界因专业、技术或体系需求
而主动与新兴文化中心建立合作。以今日视角观察，台湾在半导体电子制造与全球供应链中的技术地位，使许多国家或产业必须与其协作，构成一种以能力为基础的互赖关系，象征文化与技术核心的再组合。至于圣人，或许并非指单一人物，而是一种能整合多重文明脉络的集体智慧。它可能体现在制度创新者、科技领域的引领者，或社会文化的创造力量之中。从此观点看，预言所映照的并非某位英雄的出现，而是文明在特定时代中重新组合、转折与升级的可能。第44项中提到岛外城门，在地理物理学中，门是一种狭窄具能量交换的地形。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与黑潮流系的交界，是太平洋能量交换的节点。从海流角度来看，台湾是亚洲海洋氧循环渔业与气候的转换门户。从板块构造看，台湾位于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区，是全球最强烈褶皱地形形成地之一。板块碰撞造成垂直抬升，使台湾的山脉年均增高3到6公里。这种地质加速带来丰富矿物、河流与陆块流动，是孕育文明的重要条件。从科技角度，台湾是少数能制造3奈米以下晶片的区域。晶片是一种文明能量，能驱动 AI、量子通讯与宇宙工程。若古人描述圣人用智慧引导世界，在科技时代，它可以理解为掌握算力与算法的人。算力是战争、经济、医学甚至气候模拟的核心。谁掌握算力，谁就控制文明节奏。否极泰来不是宗教语言，而是物理语言系统压力扩张到极限，会反向形成新秩序。人类目前面临能源、资源、环境与人口4重临界点，文明需要新的运算方式、新的能源模式与新的价值平衡。台湾恰恰站在科技、地理与文化的交叉口，它可能不是救世主，而是世代切换的出发点。如果不用政治视角，而用供应链来看世界，我们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。台湾不是军事堡垒，而是算力中枢。半导体产业不是商业，而是文明基础建设，如同古代的水利、道路与粮仓。台湾晶圆制造能力遍布全球，云端运算、医疗影像、AI 模型、太空计算，任何需要高速逻辑处理的产业都依赖台湾。这造成一种新形态的世界秩序，不是围绕军事，而是围绕演算法。近年来，一个关键讯号更加明确，全球 AI 核心企业辉达选择在台北市士林科技园区的 T17、T18 基地建设台湾总部。这并非一般投资，而是全球算力枢纽中的算力指挥塔。辉达的选址不是偶然，它意味着 AI 训练、超级运算、晶片设计与供应链协作将在台湾形成一条完整的文明主动脉。这种布局是企业版的4移重义，世界各地的科技力量像一个核心回流，并透过它扩展出去。推背图中4移重义称天子的意象，可理解为各文明向新核心回报技术需求。今天世界各国必须向台湾输入工程人才、硅材料、设备与无尘制成。这种由科技能力建立的文明共生没有暴力，不靠宗教，而靠专业制度与合作。而辉达以 AI 作为新的能源，让台湾不只是生产者，更是全球运算节点的策源地。若未来 AI、超级运算、本地智慧能源、太空通讯建立新的科技神经网，地球将出现真正的文明门户。当物理世界与演算法世界融合，会出现全新价值观，不是国族，不是教派，而是共同存续。这就是第44项可能象征的文明转折，不是争霸，而是连结。台湾不是世界的中心，而是地球的算力入口；不是权力象征，而是文明的桥梁。当世界的未来建立在运算与理解的能力上，谁掌握晶片、演算法与科技节点，谁就握有文明的方向。在1000年前，推背图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东南有岛，圣人出焉，天下改色。当古老文字和现代世界交错，我们仔细研究地图，会发现这个东南之岛竟然和今天的台湾完全重合。岛上的山川龙脉蠢动，地震、天火、光环频现，似乎在呼应预言中的东方圣人。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，它位于太平洋暖流的上升端，是生物多样性的高点。它又坐落在台湾海峡的峡门，是海洋商路的核心。同时，季风雨、洋流交错，气候多变，
形成自然能量交汇的节点，就像文明能量聚集的磁场。历史上，文明的突破往往出现在交界地带。希腊在欧亚航线交汇，诞生哲学与科学；印度在陆海交界，孕育数学与宗教；近代美国则是在大西洋商路焦点崛起。而台湾呢？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摇身一变，成为21世纪文明潜在的枢纽。多元文化、多语言、科技集中海洋通道，每一个特征都像在呼应古人的预言。在推背图中，其他项提到海邦异地，天门开启。古人早就知道文明中心会移动，不在中原，而是像潮汐、像星象般循环。在这个 AI 生态能源与太空技术快速交错的时代，海岛文明的弹性与跨界能力更具优势。因此，台湾可能不是世界的中心，也不靠军事力量。它真正的角色可能是一个文明枢纽、科技枢纽、思想枢纽、AI 算力枢纽。古人说的岛外城门，东方圣人居中，今天听起来不再像神话，而像正在实现的可能。而文明的能量正从这片岛屿穿透世界。东方圣人不是超自然人物，而是一种文明角色。他或许是一群人，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思想家、教育者，他们的任务不是征服，而是整合。在 AI、能源、太空、生物医学时代，人类需要的是共同版本的未来。推背图从来不是要求人信仰某人，而是提醒文明在临界点时，必然会出现新型领导模式，不是刀剑，也不是王座，而是一种集体智慧网络。如果台湾成为全球算力与科技合作核心，那它就扮演了预言中门的角色，而不是王的角色。当人类拥有共同的算力、共同的医学资料库、共同的能源算法，我们会第一次真正摆脱战争的结构性原因：资源不足、恐惧、宗教。科技不是破坏者，而是桥梁。AI 并非取代人类，而是推动人类进入新的伦理层次。因此，第44项不是恐惧，它是一种希望。当文明达到极限，会找到新的能量形式；当分裂达到顶点，人类会找到共同的生存方式。也许，东方圣人不是某个名字，而是全人类进化的下一步。或许，圣人不是降临，而是我们决定如何走向光明的未来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对推背图的预言有自己的观察及想法，又或者你认为东方圣人其实是人类集体意识的进化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观点与亲身经历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。我是星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